武力金枪划空而过，凶猛的气息自正面压迫。身为9品武王的小美所发出的这一击，还真是非同小可。给我破！可就是这样的攻击，楚风却连动都未动，只是轻喝一声，无形的武力便化作盾牌，将那武力金枪给挡了下来。果然很强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轻敌哦。见楚风挡下他的攻击后，那小美发出一声甜甜的轻笑，随后再度出手，又是一股凶猛的武力，携带着毁灭性的威势，对着楚风压迫而来。这一次，楚风眉头微微皱起。先前的小美隐藏了实力，并没有动用逆天战力，但这一次则是不同。如果说第一次小美的攻势只保持在9品武王的水平，那么这一次她的攻势已经堪比1品半地。面对这样的攻击，楚风哪敢大意，意念一动，直接将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释放而出，将自己的修为从6品武王提升到8品武王之后，楚风又释放出了自己的最强战力。顷刻之间，楚风的实力便是质的飞跃。只见他手掌探出，呈鹰爪之势，对着那迎面来的武力轻轻一握，那本汹涌的武力便受到了致命的挤压，烟消云散。而与此同时，楚风脚下已是踏出，以那张开的手掌向小美抓了过去。楚风之所以一口气施展出自己的全部实力，那是因为他知道这小美仍然隐藏自己的真正战力，她的逆天战力绝对不止1品这么简单，应该与楚风一样，同样是逆战3品才是。也就是说，楚风的真实战力接近2品半地，但这小美的真实战力是接近3品半地的。而楚风就是要趁着小美还没有完全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，反客为主，突袭取胜。然而就在楚风的手掌距离那小美不过半寸之际，小美的身体却突然爆发出一道强横的涟漪，那涟漪威力极强，并且速度太快，如此距离楚风就算反应过来，但也根本躲不开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楚风便被那涟漪弹飞开来。小美出手了，释放出了逆战3品的战力。此刻她的修为仍是9品武王，但是真实战力已是堪比3品半地。这样的小美实力丝毫不逊色于秦凌云，楚风根本就无法抗衡。不过在将楚风弹开后，那小美却并未再度出手，而是站在原地，以特殊的目光注视着楚风。小美姑娘，不知这是何意？我们好像并无过节吧？楚风已经收回了自己的雷霆之力，但仍是有些警戒地问道。他不知道这小美究竟有何目的，不知道小美为何要来找他，更不知道这小美为何忽然对他出手。莫非是听说楚风是修罗界灵师，所以想挑战楚风，为的是证明自己？但若是这样，他应该动用结界之术才是，不应该只是动用武力，并且点到为止。最重要的是，尽管楚风看不到这小美的面容，更看不到她的眼睛，但却能够感受到此刻小美看他的目光竟蕴含着满满的深情。所以此刻就连楚风也是迷糊了，他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女子究竟为何来此。然而就在楚风迷糊之时，那小美却突然发出了一道如银铃般的笑声。这个笑声笑得非常好听，并且非常开心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与小美之前的声音相比完全不同，这并不是伪装的，不是经过掩饰的，这才是小美真正的声音。这个声音，听着这个声音，楚风不由一愣，因为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，甚至让他如此的想念。楚风哥哥，千万别怪我对你出手，人家只是想再度感受一下这种久违的感觉，这种能够强过于你的感觉。毕竟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，我可是要强于你的。不过可惜，自从你超越我之后，我们的修为便越拉越远，直到已是天壤之别，我再也无法与你相比。就在楚风愣神的功夫，那小美探出一双洁白的玉手，将自己的黑袍摘了下来。黑袍一摘，展现在楚风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靓丽且面容甜美的女子，尤其是那大大的眼睛，甜美的微笑，简直就像精灵一般，惹人喜爱。而这样甜美可人的面容，对于楚风来说是如此的熟悉，甚至无数次出现在楚风的梦里。这位的确是小美，但她还有一个名字，苏美。小美，真的是你？这一刻，楚风吃惊无比。尽管只听声音，楚风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当真正见到之后，还是感觉很不可思议。但不管如何不可思议，楚风仍然没有保持警惕，而是直接脚步向前一踏，来到小美近前，一把将这位甜美的美人揽入了怀中。而此刻的小美也没有丝毫的反抗，反而也是紧紧地抱住了楚风，将那张甜美的小脸小鸟依人般的埋在楚风的怀里，甚至在他那的眼角还泛起了点点泪光，并且很快流了下来。可是他的嘴角明明挂着喜悦的笑意，没错，他是开心的流了泪。两人相拥，一言不说，二人都沉浸在了情人分隔已久但终能相见的喜悦之中。良久，二人的情绪才又有所缓和。小美，你什么时候来到的五之圣土？又怎么成了天尊的义女？还有你这修为，怎会如此的突飞猛进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楚风看着怀中的小美，很是好奇地问道。此时此刻，他心中的问号实在是太多了。当初他离开东方海域，独自一人来到了五之圣土，那时的小美还很弱到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。但是如今，小美不仅在修为上超越了他，获得了逆战3品的战力，竟然还成为了黄袍界灵师，掌握了如此玄妙的结界之术，这就实在太超乎想象了。要知道，以前的小美可是连精神力都没有，可是连界灵师都不是。可她现在不但成为了界灵师，并且还超越了楚风。楚风知道，不管是什么原因让小美变得如此之强，但小美一定经历了不寻常的事。楚风哥哥，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了，坐下来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苏美甜甜一笑，便将楚风拉到了座椅之上，而楚风也是顺势坐下。至于小美，她则是直接坐在了楚风的怀中，用纤柔的双手
抱着楚风脖颈，小美双眼眯成2道甜美的月牙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情绪，以一种很是温柔的语气说道：“这还要从你离开东方海域的那天说起。”苏美之所以会有今日这堪称神奇的变化，全拜一个人所赐，而那个人便是那位神秘的盲眼老者。原来，那位神秘的盲眼老者来自5之圣土，他的修为更是强大到了深不可测。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他是一位5帝强者，曾经站在5之圣土最巅峰的人物，可却没人知道他叫做什么，也没人知道他真正的过去，更没人知道他留在东方海域做什么。但是他却收了紫菱、苏美、苏柔、张天翼，将无伤5人为徒，并且他的目的是帮助紫菱5人能够不再成为楚风的累赘，甚至是能够帮助楚风。可是以紫菱等人的天赋，就算有他这位5帝强者为师尊，但想要在短时间内追赶上楚风，那也是痴人说梦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这是盲眼老者说的。他说楚风潜力无限，天赋异禀，哪怕紫菱贵为天赐身体，但只论修武天赋，也根本无法与楚风相提并论。所以紫菱他们若想追赶楚风，就绝对不能按照常规的方式。于是那位盲眼老者通过逆天之法，为紫菱等人创造了一条捷径，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提升修为和实力的捷径。盲眼老者帮助紫菱等人提升修为的方法，不是教给他们特殊的手段，而是以各种灵药以及阵法淬炼他们的肉身。单单是肉身就足足淬炼了1个月之久，并且还没有结束。起初紫菱等人也都不明白盲眼老者此般做法究竟是何用意，但碍于对方是高人，也是师尊，更是愿意帮助他们的人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，只是遵从盲眼老者的方法淬炼肉身。而这一淬炼从一开始到结束就足足是半年之久。也就在淬炼结束的那一天，他们终于明白了盲眼老者的用意。原来他要用自己的特殊手段强行给予紫菱5人灌输修为，不仅仅是灌输修为，还给没有精神力的苏柔、苏美、张天翼和江无伤灌输了超强的精神力。而这一灌输便又是整整半年。当楚风离开东方海域整整1年之后，紫菱、苏柔、苏美、张天翼、江无伤等人在盲眼老者的帮助下，不仅获得了超凡的修为，也都是纷纷成为了黄袍界灵师。哪怕如今来到界师联盟，击败界师联盟所有天才的苏美，也只是5人之中最弱的一位。小美，你的意思是紫菱、小柔、无伤弟弟还有张师兄，他们如今的实力比你还要强？听到这里，哪怕是楚风也有些按耐不住那种震惊的情绪。想想楚风获得如今的成就，付出了多少心血，经过了多少磨难，一次又一次陷入生死边缘，是真正的在磨难中成长。今日的一切都来之不易。可是苏美他们只用短短1年时间就超越了楚风，这也实在太夸张了一些。尤其是想到小美的实力已经如此强悍了，那么紫菱他们又会多强？1年的时间，如此大的进步，并非自身努力，而是依靠他人的灌输。那位神秘的盲眼老者又究竟是多强？除我之外，他们都是半帝了。最强的自然是紫菱妹妹。苏美笑眯眯地说道：“真的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”听得此话，楚风虽然震惊，但也是狂喜无比。他并不在乎紫菱他们是如何变强的，但只要紫菱他们变强了，楚风就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。哪怕超越了自己，楚风也为他们高兴。那么他们现在身在何处？为何没有与你一同来到这里？还有，你怎么会成为左尊者的义女的？那位盲眼前辈又在哪里？楚风关切地问道。我们的确都来到了5之圣土，不过姐姐与紫菱妹妹他们还在师尊的身边继续修炼，而左前辈乃是师尊的旧友，师尊把我交给左前辈也是事出有因的。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。苏美说道。不能告诉我？为什么？楚风眉头微皱，很是不解地问道。楚风哥哥，别急，这乃是师尊的安排。他说这是为你好，待一切成熟了，便会让我们来找你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听他的安排。其实我来见你已经有违师尊的意愿了，他其实是不允许我擅自找你的。不过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也在界师联盟，看到了你，我实在忍不住来见你，所以得到了左前辈的允许后，我便立马来找你了。但是左前辈说了，目前我还不能暴露来自东方海域的身份，也就不能让人知道我们的真正关系。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他的义女，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义女，所以只能装作与你是刚相识的。苏美说道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是那位盲人前辈的确另有打算，不过他既然肯帮你们，这就是好事。总之等到时机成熟，紫菱他们就会来这里找你了，对吗？楚风问道。这个我也不能保证，师尊没有说过，他老人家就是那样，并不是太喜欢说话，他的想法我们也并不太懂，就算问了他也不会多说，所以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不问了。但是楚风哥哥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，师尊是一位好人，否则他不会帮我们。若不是他帮我们，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来到5之圣土。虽然现在的我们都还不能伴在你的左右，不能与你共同闯荡这5之圣土，甚至不能表露与你的真实关系，但是终有一日我们可以在一起的，让所有人知道我苏美是你楚风的女人。苏美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眼眸泛起了点点泪光。楚风看得出来，苏美其实是非常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自己的女人，也非常的想跟在楚风的身边，便不再分开了。可是她却偏偏不能，她要听从盲眼老者的吩咐，毕竟那位盲眼老者帮助了他们，并且给予了他们力量，所以这让她很为难。楚风能够感受得到苏美此刻内心的挣扎，那种想跟楚风走却又不能的挣扎。没关系的，小美，这样子已经很好了，只要想到我日夜牵挂的人已经与我一样来到了5之圣土，并且为了帮我而努力着，我就很知足了。更何况现在的你
就在我的怀中。楚风说话之间，不由抱紧了怀中的苏美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当苏美走出这座大门，他就不能再这样随心所欲地亲近这位心爱的女人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苏美却脸色大变，随后一口鲜血便自口中喷洒而出，直接吐在了地上。最重要的是，苏美所吐出的鲜血不仅鲜红，并且还在蠕动，甚至散发着热气，就如同岩浆一般，很是恐怖。小美，你怎么了？见到这一幕，楚风顿时面容大变，因为苏美不仅忽然就吐出了这样一口怪异的鲜血，此刻的身体更在剧烈的颤抖，整个人只在这一瞬间便虚弱到了极致。这种虚弱简直令楚风心碎，甚至让他无比的慌乱。身为界灵师的他能够感受到此刻的苏美是多么的危险，他的身体已经站在了死亡的临界点。要！苏美用那颤抖的手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粒同样为血红色的丹药，放入了口中。丹药入口之后，苏美的情况倒是有所缓和，但也并不乐观。此刻的他赶忙自楚风的怀中挣扎出来，盘坐于地上，双手交加，以一种特殊的法印凝聚出一种特殊的阵法，治疗着自己。这阵法好是诡异。小美，你究竟是怎么了？楚风这句话是在心里说的，他并没有真的说出来，因为他看得出来，此刻的小美必须专注的凝聚阵法，为自己疗伤，所以楚风不能打扰他。但楚风仍然很担心，他发现不仅小美吐的鲜血怪异，就连他凝聚的阵法也非常怪异，这是一种很不妙的情况，是反噬。就在这时，淡淡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反噬是什么反噬？听得此话，楚风赶忙追问，强行灌输修为，还灌输了精神力，怎么可能不遭受反噬？这么说吧，他们能够活下来，并且能够使用那个瞎子老头灌输给他们的力量，就已经是个奇迹。可以说那个老头还真是有两把刷子，但就算这样，他们也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就算能够保住性命，但阳寿也会受损，并且随时随地都会遭受这种反噬的折磨。淡淡解说道。淡淡，那可有解救的办法？楚风追问起来。毕竟小梅、紫菱他们5个可是楚风最为在乎的基人，楚风可不希望他们终身承受这样的反噬之苦，甚至因此而失去性命。修炼意图就是不断驯服更强的力量，为自己所用，而那些力量在驯服之前都是很狂暴甚至致命的。自古以来，为了修炼而走火入魔甚至毙命者简直数不胜数，所以不管是修武还是修炼结界之术，都应当循序渐进，甚至不急不躁，只有这样获得的力量才最为安稳，才最能为其所用。而凡是走捷径者就是逆天而行，这样虽然也能成功，但就一定会付出代价。假如你问我有没有办法减缓他们的痛楚，有。现在小美用的就是减缓她痛楚的方法，想必她的这个方法也是那位帮她走了捷径的瞎子老头所传授的。但是你问我可有解救之法，我只能说没有，至少我不知道有这种方法。淡淡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面如死灰，看着那席地而坐，满面痛楚，使尽全力与反噬之苦做斗争的小美，而他除了旁观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楚风的内心当真是复杂至极，心疼不已。楚风，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正所谓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修武者的世界更是光怪陆离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也许在那所谓的天外，就有着强大的界灵师，掌握着破解这种反噬的方法呢。见楚风愁眉不展，淡淡便安慰起来，而楚风自然也听得出来，淡淡这都是安慰他的话，尽管他也不能保证是否就真的没有解救苏梅等人的方法，但至少在寻的这种方法之前，苏梅等人的反噬都会成为楚风的一块心病。在此之后，楚风也只能看着苏美疗伤，而这一疗伤竟足足用了2日之久。这2日2夜的时间，楚风一直守候在苏美身旁，一动未动，更是未曾睡过一会。不过好在2日2夜之后，苏美的情况不仅好转，并且似乎已无大碍，至少恢复的与反噬之前一模一样。小美，你终于没事了。见苏美终于取消阵法，睁开了双眼，楚风才开口说话。楚风哥哥，让你担心了，不过你也不要担心，我其实并无大碍的，这只是一个小毛病而已。苏美强颜欢笑地说道。小毛病？小美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们接受盲人前辈的强行灌输而遭受的反噬？楚风问道。这一刻，苏美目光闪烁，有些慌了，但是看着楚风那认真的目光，她知道瞒不过去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说道：的确是师尊为我们灌输修为而遭受的反噬，我们逆天而行，有违修武规则，遭受反噬乃是必然之事。不过楚风哥哥，你真的不要担心，这反噬除了偶尔的痛楚之外，并不会影响我们，不会影响你们。先不说这反噬之苦有多难熬，就说它袭来时间的不稳定性就是致命的。假如你正在与敌人交手的时候，你的反噬突然袭来，你怎么办？你能做的只有坐以待毙，暴露弱点，让你的敌人将你斩杀。楚风说道。这一刻，苏美低下了头，沉默了，因为她无言以对。尽管她如今的修为已经超越了楚风，但是她却非常清楚，楚风经历过的是她远不能比的，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对修武世界的看法，楚风都比他老辣得多，所以他也知道这反噬的危险，他是无法瞒过楚风的。楚风哥哥，其实在师尊为我们灌输修为之前，他老人家就说过了，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修行方式，不仅会损耗寿命，甚至会因此丧命。但是为了能够追赶上你，我们还是点头答应了，并且请求师尊一定要传授我们。我也知道我们是有些急功近利了，你会不会怪我们如此的不争气，为了力量而冒如此风险？良久之后，苏美才再度抬起头，用那泛红的双眼看向了楚风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怪你们呢？我知道你们这样做
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我。楚风走到苏美近前，再度将苏美揽入了怀中，心疼地抚摸着苏美的秀发。我就知道楚风哥哥不会怪我们，不过也请楚风哥哥不要怪师尊。先不说这是我们心甘情愿的，单单是为了给我们灌输修为，师尊也是元气大伤，我们与他无亲无故，他却愿意这样帮我们，他真的是一个好人。并且从他的言语之中，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，假如不是我们与你有关系，他们也不会帮助我们的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师尊与楚风哥哥有什么关系，但都看得出来，他似乎很欣赏你，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直接来五之圣土帮助你，而是帮助我们提升修为。苏美说道，那位前辈我虽然不熟，但我也知道他是一位好人，不管他怎么想的，也不管他有何目的，我相信他并无恶意，自然也就不会怪他。楚风说道，其实师尊让紫菱妹妹与姐姐他们留在他的身边，就是因为紫菱妹妹他们的情况比我还要严重，凡是发作之时，必须他老人家亲自布阵才能疗伤。至于我来到这里，其实也是师尊请左前辈帮忙，让左前辈帮我治疗反噬之法。虽然目前来说左前辈也没有治疗方法，但是他却在为我想办法。苏美解释道，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千万不要留在界师联盟，就在这里待着吧，只有这样你才安全，唯有这样我才放心。楚风说道，我明白，只是我害怕我们一直不能稳定这种反噬，一直不能陪伴在楚风哥哥身边，若是一直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根本帮不到你的忙，我们提升修为又有何用？说到这里，苏美的小脸之上挂满了悔恨之色，她是痛恨自己太过无能。傻丫头，你来到五之圣土，能够让我一解思念之苦，这已经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。楚风笑着安抚道，一解思念之苦吗？那么楚风哥哥最思念小美的哪里呢？小美说话之间，将那可爱的双眼微微眯起，竟散发出了一抹难得的妩媚。这样的小美当真是魅力无限，哪怕一心想要安慰苏美帝楚风，此刻也是怦然心动，有了反应。哪里都思念。楚风坏坏一笑，随后直接将小美拖着抱起，大步的向卧室行去。龙院之内，睡房之中，一张舒适的大床上，楚风躺在上面，怀中还抱着一位温柔可人的小美女。楚风与苏美皆是赤着身子，尽管一层薄纱遮盖住了苏美那私密之处，但仍勾勒出了她那迷人的曲线，诱人的身材，尤其是露出的肌肤，晶莹如玉，白里透红，还散发着淡淡的体香，当真是诱惑无限，魅力非凡。而眼下这位美到极致的女子，就乖巧地躺在楚风的怀里，小鸟依人，羡煞旁人。小美，你来这里已有2日之久，虽然没人知道你现在正躺在我的怀中，但毕竟你还要隐藏与我的关系，更何况你现在的爱慕者可是有点多啊，一直留在这里，就不怕他们心生嫉妒，重伤于你吗？楚风温柔地说道，我才不怕他们。苏美撇了撇小嘴，满脸的不在乎，小脸紧紧地贴着楚风的胸膛，很是享受此刻的时光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啊，我可不想有人说我的宝贝坏话，听我的，回去吧。楚风劝道，好吧，就听你的。听楚风这样说了，苏美才恋恋不舍地起身，但穿好衣裙后，又穿上那黑色长袍，这才恋恋不舍地问道，那楚风哥哥什么时候离开界师联盟，还会回来吗？我现在的确有点事，待苗人龙前辈回来，我就要离开界师联盟，去应风古村一趟，至于接下来去哪，我也没有打算，不过既然我的小美在这里，我一定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楚风笑着说道，小美不舍，她又何尝不是？楚风哥哥可要说话算话，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来看我。苏美一脸认真地说着，眼中充满了期望，似是很怕楚风不来，竟还探出了小手指，要与楚风拉钩。放心吧，一定来，我怎会欺骗我的小美？楚风淡然一笑，便伸出小手指勾在了苏美的小手指上。做完这个举动，苏美才算安心，甜甜一笑，便转身离开。别看楚风与苏美在龙院之内是如此的甜蜜，但龙院之外早就炸开了锅。此刻聚集在龙院的人又是数不胜数，并且很多人的脸上都挂满焦虑之色，尤其是男子们，一个个脸色铁青，就如同身患重病一般。而之所以会如此，那自然是因为小美进入龙院找楚风，并且已经进去了几日几夜，还没有出来。两位单身男女，并且正值血气方刚，单独在一起相处这么久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只要稍微补一补脑，那些爱慕小美的男子们就快要抓狂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龙院的店门总算打开，而一道倩影也是从中走出，这位自然便是小美。快看，是小美！看到小美，众男子顿时欢喜无比，心中的大石也是放了下来。尽管此刻的小美依旧披戴着黑袍，将那美丽的容颜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在他们心中，这就是世间最美的女子，美到足以让他们疯狂。甚至有些人觉得，若是小美能和他们在一起，就算明天就死，那也值得了。不过可惜，小美注定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，毕竟在小美的心中，只有楚风一位男人，除此之外，其他人都无法走进小美的心中。甚至对于小美来说，此刻界师联盟的爱慕者们，就是一群会说话的狗屎，看到他们，小美都嫌恶心。然而，就是有人不识趣，不仅是界师联盟的寻常弟子，就连界师联盟的第一弟子林叶舟也跑来凑热闹了。他站在人群的最前列，手里还捧着一个流转着七彩光芒的水晶盒。看到苏美的那一刻，他的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，那是一种自信，凌驾于万人之上的自信。这个混账东西！然而，就在楚风自苏美身后出现的那一刻，林叶舟的眼中却闪过了一抹极度的不爽。尽管不爽，但他也并未表现出来，而是一直站在原地，直到楚风送苏美走出龙院大门的那一刻，他才纵身而起，迎上前去，站在了苏美的身前。小美师妹，
之前不知道你是天尊大人的义女，还以为你是外来的挑衅者，当时多有得罪，实在抱歉。为此，我林某特意托人不惜重金购买了一些首饰来给小美师妹赔礼道歉，还望小美师妹能够不计前嫌，收下我的这份心意。林叶舟说话之间，打开了那手中的七彩水晶盒，而当水晶盒打开的那一刻，更是光芒四射，比先前耀眼数倍。这么多宝贝，而当人们看到那七彩水晶盒内的物品后，更是不由一惊，尤其是在场的女子们，更是眼冒金光，垂涎的都快流出了口水。这七彩水晶盒之内，皆是女子所用的首饰，但是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首饰，个个都是由天地之间的奇珍异宝打造而成，可以说每一个都是价值不菲之物，随便拿出来一件，就能让无数女子为其倾心，死心塌地。更何况这水晶盒之内装着满满的全都是这样的宝物。不用了，我不喜欢戴首饰。然而令人们想不到的是，对于这满满一盒的宝物，苏美却不屑一顾，都没有仔细的瞧一瞧，便给否决了。小美师妹，不知道你喜欢何物？是好品质的兵器，还是可爱得的宠物？只要你说，我林叶舟都可以帮你找到。见状，林叶舟也不生气，而是再度说道，他语气温柔，诚意十足，可以说他的殷勤已经陷到了极致，表现的也是很有风度。但是没想到这一次，苏美连理都没理他，而是直接看向了楚风，说道，记得你说过的话，下次来界师联盟可要来找我。什么？听得此话，界师联盟的众人全都目瞪口呆，惊掉了一地下巴，他们的脸上都写着负责的情绪，有的悲愤交加，有的心碎满地，有的更是哭了出来。但若说共同点的话，他们也都有一个，那便是无比的震惊。事实上，莫说是旁人，就连楚风也是眉头微皱，有些感到无奈。他没有想到苏美这丫头会这样不计后果，明明说过不表露身份，但却还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做，这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拉仇恨啊！尽管楚风并不在乎这些界师联盟的人怎么看自己，也并不怕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但是看着他们那一个个悲伤且震惊的模样，楚风还真的有些同情他们了。虽然楚风的心爱之人从来没有被别人抢走过，但是楚风也能够想象得到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痛。小美师妹，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说，但是作为师兄，我觉得还是要奉劝你一下为好。有些人你还是少接触为妙，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忽然林叶舟开口了，他的脸上写满了醋意。听得此话，本欲离开的苏美则是突然止住步伐，随后转过身来对林叶舟说道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人是谁，但要论到配不配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连与我说话都不配，请你以后好自为之，不要再来烦我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苏美的身体毫不掩饰地散发出了浓郁的杀意。苏美此话一出，杀气一路，当真是震慑一片，哪怕是林叶舟也是脸色苍白的说不出话来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正面感受到苏美的杀气，那可怕的程度简直令他们难以抗拒，不敢直视。记住，若有时间要来看我。然而就在众人都被苏美所散发的杀气吓得不敢抬头的时候，苏美却突然变得温婉如水，对楚风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放心吧，我绝不骗你。而楚风也是笑着回了一句。听得此话，苏美才灿烂一笑，发出了一道很是甜美还散发着满足的笑声，这才飘然离去。而见到这一幕的众人则是目瞪口呆，内心混乱，不由畅想起来，什么情况？莫非我们这连真面目都没见过的女神已经成了这个楚风的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毕竟是天尊大人的义女，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，连林叶舟都看不上，又怎么会看上一个青木山的弟子？就算他愿意，天尊大人也应该不会同意才对，一定是另有隐情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人们不愿接受楚风与苏美好了的事实，纷纷自欺欺人的觉得苏美与楚风的约定是另有原因，但是这样的想法却连他们自己都不信，那份无法阻挡的怀疑让他们的内心开始撕裂的痛，尤其是对于那些爱慕苏美的男子来说，这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楚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是不是修罗解灵师，我也不管你和司马师妹是何关系，但你给我听好了，离我的小美师妹远点，因为你配不上她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林叶舟忽然开口了，语气霸道，宛如命令一般的看着楚风，目光之中更是隐藏着丝丝满含威胁的怒意。可听得林叶舟的话后，楚风却突然笑了，笑得很是随意，而他之所以笑，那是因为他觉得很可笑。这林叶舟之前明明喜欢司马颖，还因司马颖对他出手，可是现如今当他把追求目标换成小美之后，就说出了这番话，这不仅说明这林叶舟变心快不靠谱，本身也是一个可笑的人。要知道他先前那番话的暗中之意已经非常明显，就是在告诉楚风，楚风有司马颖已经够了，休要再惦记小美。但是楚风与司马颖明明没有什么，只是普通而已，可是小美却是楚风的女人。只要想到一个区区外人却来大义凛然地告诉楚风，要楚风离自己的女人远一点，这简直可笑到楚风忍不住，所以楚风笑了出来，并且笑得很不收敛。你笑什么？看着此般发笑的楚风，林叶舟的脸色更加难看，眉宇之间的怒容变得更为深切。我笑什么？不关你的事。另外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的事你管不着，因为你没这个资格。说完这句话，楚风便转过身去，踏入了龙院之中。楚风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不会有人一直罩着你，就算有人一直罩着你，但也不代表没人动得了你。林叶舟指着楚风大声喊道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收到。对于林叶舟的话，楚风微微一笑，丝毫不以为然，从容地走入了龙院的宫殿之内。而这一刻，林叶舟则是气得双拳紧握，咬牙切齿，脸上的青筋都是根根冒起。他真是被气坏了，自己心仪的两个女人
哪一个对自己都是爱答不理，但偏偏对楚风情有独钟，这叫他如何能不气？但是除了生气之外，他也别无他法。就算他再痛恨楚风，可在这里他也真的不敢动楚风，毕竟楚风是苗人笼罩着的。至于其他人，相比于林叶舟单纯的痛恨，他们更多的却是嫉妒与羡慕。不错嘛，连天尊大人的义女都被你搞定了。此事过后不久，便迅速传开。得知消息的司马颖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楚风，微笑着调侃起来：“只是寻常朋友而已。”楚风笑着说道：“寻常朋友？真的？”司马颖问道：“当然。”楚风肯定的点了点头，但却没有说“我肯定不会骗你”之类的话。毕竟他就是在骗司马颖，就算是寻常朋友也不简单了。毕竟你是界师联盟中唯一一个能与他交朋友的，这个小美师妹可真的是冷傲到了连我都无法企及的地步呢。司马颖笑眯眯地说道。虽然苏美帝出现，使得他这界师联盟天之骄女的地位一下子受到了波及，但是每当提到苏美，他却没有一丝的生气。对于司马颖的话，楚风也只是干笑，毕竟他很了解苏美，他知道苏美并不是一个冷傲的人，至少对他是一点也不冷，更没有傲，相反温柔的不得了。对了，和你说点正经的。忽然司马颖说道。什么正经的？楚风问道。你知不知道你们青木山有事发生了？司马颖说道。有事发生？什么事？楚风问道。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，那你青木山的远古遗迹你总知道吧？司马颖问道。远古遗迹，听的这4个字，楚风的心脏都是剧烈的砰动了几下，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。别的地方远古遗迹代表什么，楚风不清楚，但是青木山的远古遗迹，楚风可是非常清楚。那里不仅有着远古凶物，不仅隐藏着无数危险，还有着很多宝藏。想当初，楚风加入青木山，为的就是一个宝藏，一个满是修炼果实的宝藏。而那个宝藏就在青木山的远古遗迹之中。可也正因那远古遗迹的特殊性，那里成了青木山的禁区。莫说是楚风，几乎任何人都休想踏入那里。青木山的远古遗迹，我当然知道。楚风说道。那你知道九世狩猎吗？司马颖问道。不知道。楚风摇了摇头，他真的不知道。好吧，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九世狩猎是9世之间的一个联盟协议。说的简单点，就是把9世最优秀的弟子集合起来，然后找一个凶险的地方，然后搞一个集训，顺便可以看看9座势力究竟谁的弟子最强，谁的弟子又最弱。这9世狩猎3年一次，而这狩猎的地点每次也都不一样，要由9世轮番提供，9座势力每次一处，相互轮回。而这一次狩猎的地点就是由青木山提供的，并且青木山已经发出了这一次狩猎的邀请函。司马颖说话之间，将一个邀请函拿了出来，递给了楚风。这份邀请函一看就知道是青木山发出的，上面不仅有着青木山的独特标志，还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气息。这种气息是青木山独有的，唯有青木山特殊的山脉至宝才能制造得出来，其他人几乎很难伪造。所以只要接到带有这种气息的信函，就绝对是青木山发出的，这是青木山的防伪标识。而接过邀请函后，楚风便打开观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楚风的嘴角顿时掀起了一抹浓烈的笑意，心情也是随之变得激动起来。邀请函上面不仅明确的写着邀请界师联盟的优秀弟子参加这次的9世狩猎，还写着这次9世狩猎的地点就是青木山的禁区，楚风最想去的远古遗迹。眼儿妹子，是不是说这场9世狩猎不仅你会去，林叶舟也会去，甚至咒土门、金甲城、八荒岭等势力的弟子也都会去？忽然楚风问道。尽管远古遗迹将要开启，这是对他来说最大的好消息，但他却也很关心此刻所问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不仅仅9世的优秀弟子受到了邀请，一些没有9世强却有着一定实力的势力也同样会受到邀请。毕竟这9世狩猎不仅仅是9世弟子之间的一个切磋，也是一个向其他势力展现9世实力的大好机会。所以几乎每一次9世狩猎都不仅仅是9世之间的游戏，都会有不少其他势力或是旁观或是竞技的加入其中。司马颖解释道。好，这可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听得此话，楚风的嘴角的笑意更为浓郁。其实其他势力或者其他人会不会参加9世狩猎，楚风还真不在乎，但是只要想到林叶舟、秦凌云以及咒土门的弟子将同时出现，楚风便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。毕竟他和这些家伙可有着很深的积怨。而掐算一下时间，9世狩猎虽然临近，但还有一段日子。而楚风若是能在这段时间提升那么一品修为，那么就能够与秦凌云、林叶舟等人抗衡，或许就能报之前的仇恨。若是运气好，楚风能在这段时间内顺利的寻得韩鹤来，夺回印封寒冰，帮助红墙封印住那天地奇物，从而夺得修炼资源，那么楚风也许就不是提升一品修为这么简单。那个时候，楚风所受过的屈辱就将一并还回去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让所有人知道欺辱过他楚风的人将是什么下场。这样的事情叫楚风如何能不激动？简直是想一想就已经热血沸腾。看得出来，你很期待这次9世狩猎呢。老实说，我也很期待。想当初在青木山，那些家伙那般对我，我倒是想要看看这个一次我再去青木山，还有谁敢对我不敬？司马颖也是一脸期待的说道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丫头也是一个记仇的主，她在等待一个机会，一个找回场子的机会。很显然，这9世狩猎就是她的机会。9世狩猎也快开始了吗？真是好事一件啊！很久没有和那些老朋友见面了。不过眼下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先去印风谷村一趟，毕竟我想尽快抓住韩鹤来那个忘恩负义、残害同门的畜生。忽然之间，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，与此同时，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，而这位不是别人，
正是苗人龙。苗爷爷，您回来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应风谷村？见到苗人龙，司马颖喜悦不已，不由得追问起来。即刻出发。苗人龙笑着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莫说司马颖，就连楚风也是狂喜无比，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他能否在九世狩猎上大放异彩，夺得宝藏？此次前往应风谷村将是关键所在。此事敲定，立刻前行。在苗人龙的带领下，楚风也终于再度回到了应风谷村。应风谷村一如往常，但苗人龙与楚风的重新造访，却让应风谷村的马老村长欣喜不已。要知道，他可一直在等着楚风的消息，但他却没有想到，楚风连苗人龙这位大人物也给带了回来。尤其是当他们拿着那韩鹤来的接触过的宝物进行对比之后，马老村长的喜悦之情更是达到了极致。是他，不会错，这个气息就是他。想不到来我应风谷村偷走应风寒冰的，竟是界师联盟的叛徒。若是苗大人愿意出手，那么这叫做韩鹤来的混蛋绝对是插翅难逃。马老村长很是开心地说着，但言外之意，他也很希望苗人龙能够插手此事。韩鹤来乃是我界师联盟的叛徒，若是有他的踪迹，我自然不会放过他。不过这个前提是要知道他的行踪才行。苗人龙说道。苗大人放心，我应风谷村的这座阵法可绝非是浪得虚名。见状，马老村长也是淡然一笑，随后便来到一座阵法之前。看到那座阵法，楚风以及苗人龙还有司马颖的目光都变得认真起来。他们都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阵法会如此神奇，竟只要有着一个人足够的气息，就能锁定那个人的位置。不过此刻浮现在楚风等人面前的这座阵法还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至少从表面来看，这座阵法太过普通了一些。这就是一座石台，石台不是很大，高3米，直径2米的圆形石台而已。除了这石台上面刻着一些符咒印记外，这石台可以说没有丝毫出彩的地方。若不是有着写符咒印记，楚风他们甚至根本联想不到，则会是一座阵法。不过就连这石台上面的符咒印记也是那么的普通，哪怕楚风的天眼也看不出来这石台究竟有何神奇之处。难道就是这座阵法？这一刻，司马颖看向了楚风，眼中充满了怀疑。看来他也有些不大相信这座阵法会有那样的神奇功效。这位姑娘，莫要心急，马上你就会知道这阵法有多么了不起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催动这座阵法，但在我应风谷村的史记中记载，这座阵法已经被催动过3次，并且每一次都成功了。马老村长很是自信地说道，并且说话之间，他便将那缕韩鹤来的气息提炼出，并且灌入了那座阵法之中。而当气息入阵之后，那普通的阵法竟然光芒大盛，尤其是那本普通的符咒印记，竟瞬间变得不再普通，而是变得深不可测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变化之下，一种神秘而强大的气息也是自那阵法之中散发而出，笼罩了楚风等人。那气息太强了，简直是见所未见。哪怕苗人龙也是一脸的吃惊，因为那气息仿佛是来自远古一般。古老气息的笼罩下，幽绿色的气体开始自那石盘阵法的中心渗透而出。起初这气体如烟雾一般，但却很快出现了模糊轮廓，最终它竟形成了一个人形。这是气焰形成的人形，模糊不定，并非实体，并且还在继续凝聚中，且速度有些缓慢，但也能够大概的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名男子的形态。这名男子尽管是虚拟形成，但却让人不寒而栗。他太强了，原来那股来自远古的气息是他所散发的。苗爷爷，这人是谁？莫非是来自远古的强者？看到这位，司马颖也是吓得不轻，赶忙将目光投向了苗人龙，想要一问究竟。不可能，远古距今数万年，不可能有人活到今日，何况这男子只是残留的一缕气息罢了，并非本体。不过哪怕如此，这气息也很不简单，我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武帝的威压。苗人龙解释道。什么？这阵法竟是武帝强者凝聚而成？难道说应风谷村的老祖也是一位武帝？司马颖将目光投向了马老村长。据我所知，应风谷村的开山祖师虽强，但却并非武帝。苗人龙也看向了马老村长，他看得出来这阵法很厉害，能够收集到如此厉害的气息，就已经说明他的强大。这应该不是应风谷村的人布置的阵法才对，所以他想知道究竟是谁布置的这道阵法。苗大人说的没错，我应风谷村的开山祖师的确并非武帝，而这座阵法实际上也并非老祖所创，这是老祖遇到的一位贵人所创。当年老祖在因缘际会之下，有幸结识此贵人，而此贵人觉得祖师不错，便布置了这座阵法，赠予祖师作为剑宗之礼。马老村长说道。贵人，不知那位贵人是谁？马老村长问道。因为这气息太强，不仅是武帝，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武帝才是。他非常想知道这样强大的人物究竟是谁。想必苗大人一定听过恭帝恭无名。马老村长笑着说道。什么？恭帝恭无名？听得此话，苗人龙与司马颖皆是一惊，脸上布满了惊骇之色，不知这恭帝是何方神圣。见状，不明所以的楚风好奇地追问道。楚风小友，你居然不知道恭帝？听得此话，苗人龙颇感吃惊，数晚被愚钝，的确没有听说过恭帝之名。楚风颇为尴尬地说道。无妨，恭帝的时代久远，你没听过也在情理之中。苗人龙淡然一笑，随后说道。我武之圣土，自远古之后，虽然武帝出的不多，但每个时代也都有着不少武帝强者出世。而自远古之后，最为强大的武帝强者出现过5位，这5位分别是赤帝赤荒年、寿帝黑龙王、黄帝黄甫首、恭帝恭无名以及清帝清玄天。这5位可谓是统治了武之圣土的5个时代。那个时代他们是独一无二的，是足以号令天地，没有人能够与他们抗衡的。所以
他们被称为五帝，真正称霸过一个时代的帝王级强者。距今最近的，便是万年之前拯救过我5只圣土的青帝清玄天。青帝的神通所向披靡，相传他还有4只神兽相伴，而那每一只神兽都有毁天灭地之能，相当之恐怖。万年之前，青帝是我5只圣土当之无愧的霸主，连传自远古的神秘势力远古精灵也要忌惮他3分。但是在青帝出世之前，乃是另一位帝王的时代，这位便是恭帝恭无名。相比于其他几位帝王，恭帝可谓是最神秘的一位，他的一切都是一个谜，让人捉摸不透，但是他的实力却绝对不容小觑。原来是这样，晚辈受教了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再度看向了那阵法之中正在凝聚的身影。虽说对于这所谓的恭帝，楚风很是陌生，甚至是第一次听到，但是只要想到那是一位能够与清玄天齐名的强者，楚风便也是肃然起敬。毕竟这可是真正站在过5只圣土最巅峰的存在，莫说3府4族9世，就连远古精灵也要忌惮的存在。虽说应风古村也是时代久远，但据我所知，以你应风古村的开山祖师的年龄，似乎并没有生活在恭帝出世的时代，而是在清帝出世的时代才是。你若说这阵法是清帝所创，还差不多，又怎会是恭帝所创？苗人龙很是不解地问道。苗大人说的没错，我村的老祖的确是生活在清帝统治的时代，那个时候恭帝早已死去甚久。不过这位贵人却自称是恭帝的传人，而根据我老祖亲自书写的史记中记载，这位贵人也的确拥有强大的威能，并且在史记中，老祖还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：贵人之能无与伦比，怕是圣土之内除清帝大人之外，乃最强者也。马老村长说道。什么？恭帝的传人？恭帝居然有传人？为何历史之中从未听过此人？听得此话，苗人龙也是陷入了沉思。虽说应风古村的老祖与清帝比也只是一个小人物，但毕竟与清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也算是见证过清帝真正实力的人，并且在那个时代，其实强大的人物、卓越的天才也有不少，只是都被清帝的绝对实力所掩盖罢了。而应风古村的老祖能给那位所谓的贵人仅次于清帝的评价，这便说明这位所谓的恭帝传人还真是不太简单。但是这样的人物，他却在5只圣土的历史之中从未听过，可以说自恭帝死去之后就根本没有听说过恭帝有什么传人。那位贵人曾嘱咐过老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身份，所以这件事在我应风古村内也少有人知，外人更是从未听过。事到如今也没人能够确定那位贵人的真正身份，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那位贵人的确拥有通天之能，否则不会留下如此厉害的阵法。马老村长将那笑眯眯的目光投向了阵法，见状，楚风3人也是将目光投向了那座阵法。而这一看，楚风3人皆是眼前一亮，甚至不寒而栗，以为此时此刻那座阵法之上已然出现了一个完整的身影。这是一名少年，眉清目秀，气宇轩昂。尽管他只是一缕气息所化，但他所散发的气息却异常的强大，是目前为止楚风所感受到的最可怕的气息。尤其是此时此刻，那道身影正将目光看向楚风等人，那种无形的威压简直令人快要窒息。哪怕是苗人龙也是变得脸色苍白起来，因为对方太强了，强大到仿佛他的一个念头就能断送楚风等人的性命一般。这种感觉竟有着一抹熟悉。然而相比于苗人龙与司马颖单纯的恐惧，楚风的内心却更为震惊，他竟在这道陌生的身影身上找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，甚至连楚风自己也是感觉摸不着头脑。他明明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熟悉感？而这次的熟悉感与看到披着黑色长袍的苏美又很是不同，让楚风无从解释，根本想不到缘由，来的很是莫名其妙。换我何事？忽然那位开口了，语气冷傲，高高在上，就如同他是高高在上的神，在质问一群平庸的凡人，不屑一顾，冷漠无比。回前辈，晚辈乃应风古村后人，今日唤前辈出来，乃是因我应风古村的镇村之宝应风寒冰被人盗走，所以想请前辈施展威能，运转阵法，帮晚辈寻得那盗走应风寒冰之人的下落，让晚辈能够尽快夺回寒冰，以免酿下大祸。马老村长很是恭敬也很是谦卑地说道。应风寒冰被夺，那你已然酿下大祸。那人不屑地冷笑一声，随后说道，应风古村真是一倍不如一倍，当初丢的东西也就算了，如今竟连应风寒冰都能被偷，简直废物到家了。你滚吧，我不会帮你的。那位很是冷酷地挥了挥手。听得此话，苗人龙等人都愣在了那里，一脸的吃惊与不解，尤其是司马颖更是彻底的惊呆了。这是什么阵法？竟然这般辱骂主人！要知道，就算你再厉害，也只是一缕气息，只是用来催动这阵法的而已，有什么可嚣张的？想到这里，司马颖来了脾气，指着那人便呵斥起来：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来这里可不是求你的，哪来的死丫头，也敢这般与我说话？果不其然，这位虽然只是气息，但却并不好惹。他目光忽然变冷，这方空间的温度也是瞬息降低，只是顷刻之间就从春天落到了冬天。最重要的是，一股磅礴而凶猛的杀气正以恐怖的速度向司马颖席卷而来。这位前辈，还请息怒。眼见大事不妙，苗人龙一把将司马颖拽到了身后，与此同时，他意念转动，在其身前便凝聚出了一道金灿灿的防御罩，将那股杀气给抵挡了下来。区区半地巅峰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？莫说我主人的威能，就算当初的我，也足以一只手便镇压于你。见自己的杀气被挡下，那人的脸上涌现出了极度的不爽。不过这一刻，
楚风等人也是发现，别看这人的气息非常之恐怖，但是他真正的实力却也没有那么强大，顶多也就与苗人龙相差不多。但哪怕如此，楚风对他也是不敢小觑，毕竟他只是一缕气息，还是用来催动阵法的气息，阵法每催动一次，他的实力都会减弱。据马老村长说，之前这阵法也催动过几次，也就说明这缕气息的实力已经消减过很多，否则也许就如他所说，他真的能够一只手掌就将苗人龙等人镇压。当初的实力就如同他如今的气息一样可怕。但是相比于这缕气息，楚风则更为好奇，这缕气息的主人当年是有多么的强大，而那位所谓的公帝又是何等的实力，清玄天又是何等的实力，那些曾经统治了一个时代的真正帝王究竟都是怎样的实力？这位前辈晚辈绝无冒犯之意，只是韩鹤来不仅盗走了应风古村的至宝，还是一个罪无可恕的杀人犯，他杀的人简直数不胜数，甚至很多被他杀的人都是相信他，拿他当朋友的人。这个丫头名叫司马颖，他的父母、他的爷爷、他最亲近的所有家人都是被那韩鹤来所杀害。如今那韩鹤来还逍遥于法外，而您是唯一一个能够找到他下落的人，因而寻仇心切，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您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苗人龙低三下气，以一位晚辈的语气说道。这苗人龙很聪明，知道这样的人物不能来硬的，毕竟他是有求于对方。对于苗人龙这低三下气的举动，淡淡颇为的赞赏。苗前辈的确不简单，能屈能伸，并没有因为如今的地位而放不下身段，这样的精神值得我学习。而楚风也同样很是赞赏苗人龙的举动。前辈，这件事的确事关重大，所以晚辈才来打搅您的，还望您能够帮帮晚辈，否则我应风古村怕是要就此落寞了。前辈，晚辈求您了。就在这时，马老村长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满面真诚的磕头祈求。相比于苗人龙等人，他更迫切的希望得到这阵法的帮助，毕竟这事关应风古村的存亡。这一刻，那缕气息突然笑了，笑得很是轻蔑，甚至很是讽刺，而这样的笑容则让楚风等人眉头紧皱，很是无语。他们都觉得想让这阵法帮忙似乎没戏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同情你们，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然而忽然间，那人却又开口了。前辈请讲。马老村长、苗人龙、楚风一同开口，他们都很希望这座阵法能够帮助他们，哪怕这种希望已是非常渺茫。假如现在有4个陌生人来到你们的面前，对你们讲了一大堆他们悲惨的身世，然后要你们帮他们，你们会帮吗？那人问道。若是一切属实，又在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定然会帮。苗人龙说道。我也是。马老村长也点了点头。能力范围之内？呵，假如他们需要的帮助是要你们的性命呢？那人笑着问道。什么性命？听得此话，苗人龙与马老村长皆是微微一愣，尽管表现的不是太明显，但楚风看得出来，这个问题真的难住了他们。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，为心爱的人去死都很少有人能做到，为陌生人去死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前辈，莫非您不能再动用阵法的力量了？若是再动用，您就将死去，是因为这样您才拒绝我们的？忽然楚风开口了。听得此话，苗人龙与马老村长以及司马颖都是目光一闪，恍然大悟。他们起初都觉得这位问这样的问题只是单纯的为了刁难他们，但是当楚风问出这个问题后，他们却恍然大悟，阵法有的恒古长存，但有的却是有使用次数的。这座阵法乃由气息催动，每用一次，气息变弱一次，总有一日会气息用尽，阵法消散。现在看来，这座阵法显然就是后者，否则他也绝对不会这般推三阻四，不肯伸出援手，毕竟这关系到他的性命。哈哈，2个活了多年的老头子，居然不如你一个小鬼精明。小子，你说的没错，当年主人让我留在此处，的确是让我帮助应风古村之人，但是他给我的力量却也很有限。多年之前，为了帮助应风古村的这帮废物，我已经耗费了不少力量。如今主人给我的力量已经所剩不多，我若再催动阵法，那么将就此死去，这个世间将再也无我。尽管我只是一缕气息，尽管我只能待在此地一代上万年，苦闷至极，生不如死，但是只要想到我真的要死了，还真是舍不得。不妨告诉你，我听过一句名言，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现在可谓是深有体会啊。尽管人生很苦，活着很惨，但只要活着就比死了强。好死真的不如赖活着。那人苦笑道。前辈，您真相大白。苗人龙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绝望以及尴尬的神情，他们居然要一个人为了他们的事情而付出生命，这的确很是无理。尽管这只是一缕气息，尽管他的使命就是帮助应风古村的主人，但好歹他也是一个生命，也具有自己的意识，没有人愿意为他人奉上自己的生命，这位自然也是一样。而请求他人为自己而付出生命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小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和那叫韩鹤来的家伙是否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？可就在人们已经难以启齿，继续让这位帮忙的时候，那位却忽然看向了楚风。回前辈，实不相瞒，我与那韩鹤来没有直接的深仇大恨，而像他这种畜生，人人都得以诛之的话，我也不想说，因为这显得很做作。但司马颖是我的朋友，他杀了司马颖的家人，就等于杀了我的家人；他与颖儿有仇，就等于和我有仇，并且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深仇大恨。楚风如实说道。好一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你小子，我喜欢。那人哈哈一笑，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说道：之前我的确觉得人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但我也曾想过另一个句话，那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主人曾说过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，就看是不是死得其所。
是不是有着一定的价值？当初我受主人之托留在此处，也算是背负着不小的责任。假如我今日不帮你们，不仅是在其位不尽其职，更对不起我的主人。可是我又不想死，但同时我又不想对不起主人。其实啊，我也是非常的纠结。但我之所以这样纠结，归根结底还是我不想为这群家伙而死。尽管帮他们是我的责任，但是我真心觉得他们不配让我用最后的力量帮他们。那人淡淡的笑道。听得此话，仍然跪在地上的马老村长满面的难堪，但却又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默默苦笑。其实他也无话可说，身为一村之长，竟然连应风寒冰丢失都不知道，他真的很丢人。也难怪这位会看不起他，更不愿意帮他。不过小子，你例外，我看你很顺眼。既然你需要我的帮助，那么我愿意以我最后的力量来帮你。忽然之间，那位身体光芒大盛，如同人身太阳一般，照亮了这方空间。与此同时，那石盘上的符咒纹路竟然脱离石盘，浮空而起，开始围绕着那位急速旋转，为其所用，为其所控。那符咒旋转之时，开始延伸出无数条深奥的路线，相互交错，上下盘旋。而这一切皆是由那位所操控。他是在推算，以自身的力量推算韩鹤来所在的位置。他竟真的要以其最后的力量帮助楚风前辈。您这一刻，莫说是旁人，就连楚风也是惊呆了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马老村长的请求都被拒绝后，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气息之体竟愿意牺牲自己帮助他。但是此时此刻，除了感动，楚风也是无事可做。那位已经开始推算了，用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生命进行推算，木已成舟。就算现在楚风阻止，恐怕他也将要死去。忽然之间，那位双掌合并，大吼一声，而吼声之后，他的身体竟虚幻了数倍，就如同一层淡淡的薄雾，仿佛随时都会消散一般。与此同时，那本萦绕在他周围的符咒纹路也是纷纷融入他的掌心之中。下一刻，他那合并的双掌却缓缓张开，而这一刻，一道圆形的罗盘也是漂浮而出，飘向了楚风。这罗盘很小，直径不足半寸，但却非常精致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那其中蕴含着那位的恐怖气息。换句话说，那男子恐怖的气息，此刻已经全部融入到了这罗盘之中。这罗盘能带你们找到那个叫韩鹤来的家伙，但是记住，只能让这个小子持有。那人说道。见状，苗人龙以及马老村长皆是默默点头，不敢违背这位的意愿。小子，在这罗盘消散之前，不要让他离身，也不要放入乾坤袋内，只能握于手中或放在怀中。那人继续说道。这一次是对楚风自己说的。多谢前辈。楚风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对于这位的帮助，楚风真是无以为报，并且就算想报答，也是没有机会了。这位的身体此刻正在消散，他耗费了最后的力量，才凝聚出了这个罗盘，而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哈哈，不用客气，这本就是我的使命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真的是看在你的面子才肯出手的。那人从容一笑，却又说道。不过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们，先前感受那韩鹤来所在位置之时，隐约间我感受到了一抹危险的气息，距离太远，能力有限，我也无法确定那是什么东西，但我能够肯定你们此行不会太过顺利。我奉劝你们，若真的非必取其命，还是不要去为好。多谢前辈提醒，晚辈定会注意。马老村长很是感激地说道。但是他的言外之意却也是明了，那就是不管此行是否藏有凶险，但他也势必要将那韩鹤来找到不可。毕竟这关系到他应风古村的存亡，我为此振生，亦为此振死。主人，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我完成了您交给我的任务。主人，我这就来找您了。那位忽然面目朝天，嘴角带笑，脸上竟涌现出了一抹解脱之色。而在这解脱的面容之下，他本已虚弱的肉身也终于是彻底消散。而在他消散之后，那石盘也是忽然崩裂，散落开来，上面的符咒已经彻底消失。这些石头也如同普通的碎石一般，没有了一丝灵性，同样也没了任何价值。此等阵法当真神奇，难怪连我界师联盟都没有这样的阵法。不过可惜此阵已灭，怕是武之圣土再难寻得这样的奇妙的阵法了。此刻苗人龙感慨万千，并且眼中还含有深深的伤感与遗憾。身为界灵师，对于强大而稀少的阵法往往会有着一种特殊的迷恋，而这座阵法恰恰就是最容易让界灵师所迷恋的一种。尽管它消失是必不可免的事，并且消失的失得其所，但苗人龙等人也仍会为此而感到伤感和遗憾。尤其是楚风，他的不仅会伤感，还感到内疚，毕竟那位是因为他才消失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楚风对他还有着一种无从解释的熟悉感，尽管很微薄，但的确有。此阵虽灭，但却至少得知了那韩鹤来的下落。相比于苗人龙，马老村长却颇为欣慰，甚至脸上还洋溢起了淡淡的笑意。毕竟对他来说，这阵法的存亡远不如得知韩鹤来的下落，毕竟韩鹤来的下落可关系到他应风古村的存亡。是啊，不过这也多亏了楚风小友。苗人龙将那赞赏的目光投向了楚风。楚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有了手刃韩鹤来，为家人报仇雪恨的机会。而司马颖竟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，感恩之心可见一斑。颖儿妹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见状，楚风赶忙将司马颖搀扶了起来。而此刻的司马颖早已泪如雨下，其实他很激动，能够寻得韩鹤来为家人报仇，他自然激动，但也正是这样的激动才让他哭了。颖儿妹子，你放心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楚风说话之间，将那手中的罗盘递给了苗人龙。苗前辈，这就是那韩鹤来的位置所在。定目一看，那罗盘上的指针正在微微颤动，但的确指着一个方向。而最有趣的是，那指针上面竟还刻写着5个精致的小字，处上韩鹤来。想必这是那位特意刻上去的。
楚风小友，那位前辈已经说了，让你带着这罗盘，尽管他已经消失了，但我们也应当遵循他的遗愿，所以还是由你为我们带路吧。苗人龙并未接过罗盘，而是推还给了楚风。那好吧。见状，楚风也不再推脱，而是手握罗盘，为苗人龙等人带路。虽然是楚风手握指针来为众人带路，但实际上一路走来，真正靠的还是苗人龙，毕竟他半地巅峰，速度极快，只有在他的带领下，才能够最快的到达目的地。而经过一番漫长的赶路之后，那指针终于不再颤抖，甚至开始散发特殊的光芒，这便说明他们距离那韩鹤来已是非常之近了。只不过此刻浮现在众人眼前的场景，却让人感到隐隐不安。这是一座茫茫大山，但这片大山却非常的诡异，不仅死气沉沉，没有一丝生机，并且还山体漆黑如墨，一层如云海般的灰蒙蒙气体萦绕在整片大山之中。一眼望去，这片山脉宛如鬼怪居住之地，很是瘆人。而最让楚风等人无奈的是，这大山竟有着隔绝精神力的效果，哪怕楚风的天眼也很难看清这大山的深处究竟有着什么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好是古怪，难怪那个气息演化的家伙会说这里有危险。这里似乎真的有些不对劲。司马颖柳眉紧皱，他也同样感受到了不妙，何止是有些不对劲，这里简直是太不对劲了。本来很好的一片山脉，怎么被糟践成了这个样子？这里定然是发生了什么，而多半也是韩鹤来所为。苗人龙说道：“此地如此偏僻，简直渺无人迹。难道苗大人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马老村长颇为吃惊地说道：“这里的确很偏僻，附近不仅没有百姓居住，同样也没有势力扎根。但是当年我曾经过此处，所以我知道。”这里虽然不是什么美轮美奂之地，但也算是一座山清水秀的之处，没有特殊的妖兽，但也有着一些生灵。如今此处竟然成了一片死寂之地，绝对是有缘由的。不知道韩鹤来那畜生究竟做了什么？苗人龙说道。苗爷爷，那么会是韩鹤来所为吗？司马颖问道。多半和他有关系，但却也一定有着其他帮凶。苗人龙说道。苗爷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司马颖感到了一丝不妙。虽然韩鹤来也有能力将此处搞成这样，但却没有能力连我的精神力也隔绝。这山脉深处怕是另有乾坤。我若没有猜错，定是有人运用这里的自然之力，布置了禁忌阵法。苗人龙说道。禁忌阵法。听得此话，司马颖更是不安了，他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气息男子所说的话，莫非这里真的有连苗人龙也难以抵挡的危险？的确是禁忌阵法，否则不会连这方圆千里之外都是死寂一片，寸草不生。马老村长说话之间看向了远处，这一刻司马颖才注意到，虽说此山之外并没有像此山这样阴森恐怖，但却也的确是干枯一片，甚至连一棵杂草都没有。无所谓，无论如何，今日都将是韩鹤来这个畜生的忌日。楚风小友，带路吧。苗人龙说话之间，大袖一挥，一道金灿灿的防御罩也是分别套在了楚风与司马颖的身上。虽然他是要抓住韩鹤来将其斩杀，但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所以必须小心为是。见状，楚风也不怠慢，而是依照着罗盘上的指示，率先挺进了这诡异的山脉之中。而随着他们的深入，那罗盘上指针的光芒也是越来越明亮，但同时那种不安的气息也是越来越重。哪怕他们都是修武者，但是可是距离却也不过1000米而已。苗大人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诡异的声音忽然在远处缓缓响起。